最近，中美之间上演了一场火星撞地球的超级大戏，堪称全球最吸睛的头条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，对中国商品加征54%的关税，摆出一副谁敢不服就干谁的架势。结果，咱们的烙饼师傅毫不含糊，反手祭出对美商品84%的报复性关税，硬气的让全世界都开傻了眼。可这硬气还没爽几天，特朗普直接放大招，对中国商品关税暴涨到145%，还对其他国家网开一面，摆明要把中国按在地上摩擦。中国不甘示弱，迅速回击，将对美关税拉到125%，针尖对麦芒的架势让全球屏住呼吸。这场贸易战表面上看是中国顶住压力的高光时刻，可背后却藏着让人脊背发凉的危机。今天咱们就来拨开这层硬气的外衣，看看中国这场豪赌的代价有多惨，14亿人又得怎么熬过这场风暴。说在前面，咱就是个普通人，盼着国内经济别崩，普通人还能有点活路，也没打算给特朗普唱赞歌。可这次关税大战，实话实说，感觉像是给中国经济递了把刀。接下来，咱用点接地气的比喻，聊聊中国经济为啥这么脆弱，报复关税又为啥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要说这场贸易战的前因后果，还得从中国经济的家底聊起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靠着世界工厂的名号，出口、投资、房地产三驾马车齐头并进， GDP 蹭蹭往上涨。可如今，这三驾马车只剩出口还在咬牙硬撑，其他两驾早就趴窝了。消费几乎没了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仅为 39%， 远低于美国的 78% 和全球平均的 65%。为啥消费这么低？因为普通人兜里没钱。中国社科院报告显示，2024年全国约6亿人月收入不足3000元，近4亿农村人口的养老金平均每月仅约240元。反观体制内的公务员和国企员工，退休金动辄7、8千甚至上万，贫富差距堪称地狱级。普通人被高房价、高医疗成本压得喘不过气，哪敢花钱？中产阶级也开始消费降级，从淘宝转战拼多多，连奶茶都不舍得点全糖。房地产彻底凉凉，中国恒大、碧桂园等房企接连暴雷。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25%， 2、3线城市房价腰斩，4线城市楼盘直接烂尾。房地产占 GDP 比重一度高达 30%， 如今这块蛋糕没了，地方政府卖地收入断崖式下跌，财政窟窿大到吓人。出口最后一道防线。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占总出口的 16%， 约5600亿美元，贸易顺差高达4000亿。可这顺差背后是血汗工厂的996和低到离谱的工人工资。沿海地区工厂靠压价内卷，工人月薪5、6千，干着12小时的活儿，赚的钱全进了国企和资本家的口袋。普通工人呢，连个感冒都不敢生，怕医药费掏空家底。再看看国内的家底，3.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，听着挺唬人，可国债余额已突破30万亿人民币，地方债务更是天文数字。2024年财政部数据显示，全国公共安全维稳支出约为 1.5 万亿人民币，超过国防预算的 1.4 万亿人民币。全国各地派人去北京解访，一次出差就得烧掉几万块税金，维稳成本高到离谱。更别提国企的低效和腐败了。2024年国企亏损总额超5000亿，靠财政补贴硬撑着不倒。这些钱要是用来提高养老金、补贴医疗，内需还能这么惨吗？这场贸易战
特朗普先动手不假，可中国选择硬刚报复，真的明智吗？咱不妨用个比喻，把中美博弈讲得明白点。想象一个热闹的集市，美国是大掌柜山姆，靠卖高价布料赚得盆满钵满；中国是勤劳的小工阿忠，靠给山姆代工缝衣服赚点辛苦钱。阿忠手艺好，价格低，慢慢把集市上其他小工挤得没饭吃。山姆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觉得自己被阿忠偷了风头。于是他给阿忠的衣服加了50%的过路费，想逼阿忠把工厂搬回他家。阿忠一气之下，也给山姆的布料加了60%的税，还放话：你敢坑我，我就跟你干到底。结果山姆火了，直接把阿忠的过路费提到120%，还给其他小工免了税。阿忠傻眼了，自己成了集市上唯一被针对的倒霉蛋。这不就是中美贸易战的翻版吗？中国报复关税，表面上扬眉吐气，可实际上却把自己推向了绝路。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中，60%以上是美国设计、中国代工的产品，比如苹果手机、特斯拉电池、波音飞机零件。美国加关税，等于掐住了中国代工产业的命脉。而中国反过来加税呢？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，30%是大豆、猪肉、石油，这些东西全球随便买，中国自己也能产。等于中国拿自己的血汗钱，给美国送了个制造业回流的助攻。更惨的是，美国市场对中国有多重要？2024年，中国对美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4.6%，直接拉动就业约3200万。而美国呢？中国市场只占它出口的6.8%，压根可有可无。特朗普要是再加码，把关税提到150%，甚至拉上欧盟、日本搞去中国化，中国沿海工厂得倒闭多少？2024年沿海地区 GDP 占全国的41%，一旦出口崩盘，地方财政直接断奶，教师工资、医保补贴、农村养老金全得跟着遭殃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美国先挑事儿，中国难道就该低头？这话听着有理，可现实没那么简单。中国经济最大的软肋就是内需不足。2024年，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31%，远超美国的11%。为啥存这么多？因为没安全感。医疗、教育、养老哪样不是天价？普通人不敢花钱，只能攒着以防万一。为啥内需起不来？根子在体制。国企垄断了石油、银行、烟草等暴利行业。2024年，4大国有银行净利润超1.3万亿，可普通员工工资呢？月薪5、6千，996是常态。地方政府靠卖地和基建捞钱。2024年全国基建投资超11万亿，可云贵川的山区高速修了没人开，纯属烧钱。维稳费用更离谱。2024年全国监控摄像头新增5500万个，维稳人员工资占地方财政的21%。这些钱要是拿来提高农民养老金，普及免费医疗，内需至于这么惨吗？更讽刺的是，当权者知道内需不足的病根，却死活不治。2023年耶伦访华时就直言，中国通缩的根源是居民收入太低。可为啥不提高收入？因为这会动摇体制根基。假设取消国企特供，降低公务员退休金，砍掉维稳预算，普通人收入涨了，消费起来了，996变成了8小时双休。结果呢？老百姓有钱有闲了，就开始琢磨自由、民主之类的事儿。996的社畜哪有精力翻墙看真相？可每天8小时的打工人就不一样了。这就是为啥北京宁可发消费券补贴新能源，也不肯真给老百姓涨工资。这场贸易战谁会更惨？
咱来算笔账。美国伤筋动骨，但死不了。关税推高物价，2024年美国 CPI 可能涨到 5%， 普通人得精打细算过日子。供应链乱了，苹果手机、特斯拉车价得涨 20%。但美国有全球最强的创新能力。2024年 AI 芯片市场占全球 80%， 美元还是世界货币，国债35万亿也能靠印钱撑着。制造业回流还能拉点就业，特朗普政治上还能加分。中国命悬一线，恐崩盘。出口一旦崩盘，沿海工厂倒闭潮立马来。2024年中国青年失业率已达 22%， 再加关税，35岁以上工人直接没人要。地方财政没钱，农村养老金、医保补贴全得砍，物价还得涨。2024年猪肉价格已涨 13.7%， 再来一波关税，估计得翻倍。中国没创新底气，芯片、飞机引擎还靠进口。房地产已崩，消费又起不来，出口再凉，经济直接三杀。2024年中国生育率全球倒数第2，老龄化加剧，内需只会更惨。更恐怖的是，美国要是拉上盟友稿去中国化，中国可能被踢出全球供应链。2024年中国出口占全球的 15.1%， 一旦被孤立， 3.28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再多也烧不了几年。经济崩盘，失业潮，物价暴涨接踵而至，14亿人得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。为啥烙饼师傅非要硬刚？说白了，这是一场政治秀。2023年疫情解封的操作，大家还记得吧？西方放开群体免疫，中国偏要清零到底，最后撑不住匆匆开放，老百姓连药都没得买。如今贸易战逻辑如出一辙，美国加关税，中国偏要硬气报复，管它后果多惨，先把民族情绪点燃再说。2024年 B 站、微博上硬刚美国的帖子铺天盖地，网友们喊着东升西降美国要完，仿佛中国赢妈了。可现实呢？体制内的公务员、国企员工照样旱涝保收，失业潮、物价涨得苦，全是普通人扛。报复关税让沿海工厂雪上加霜。2024年广东、浙江中小企业倒闭率已超 15%， 再加一波关税，估计得翻倍。更讽刺的是，越南、墨西哥这些国家都选择低头，关税一加就忙着跟美国谈判。2024年越南对美出口增长 20%， 墨西哥直接取代中国，成了美国第1大进口国。为啥人家不硬刚？因为人家知道硬气一时爽，经济崩盘全家凉。中国倒好，跳出来当出头鸟，结果被特朗普点名重点照顾。这不就是政治正确压倒理性的翻版吗？有人说中国有5000年历史，啥苦没吃过，可普通人没那么长的命。2024年中国青年失业率 22%， 35岁以上工人被裁后直接毕业，连送外卖的机会都没了。房地产崩盘，地方财政断奶，农村养老金、教师工资都发不下来。关税再加码，沿海经济一凉，全国财政转移支付直接断流。到时候物价飞涨，失业潮席卷，14亿人得啃树皮过日子。更惨的是，中国没退路。2025年出国签证排队到2028年，想润都润不了。体制内的人高枕无忧，体制外的老百姓却连个泄压阀都没了。有人说失业多了会造反，别天真了。2024年全国监控摄像头超7亿个，维稳预算比军费还高。古代起义靠富豪资助，孙中山还得拉洋人投资。如今的富豪早跑路了，马云、刘强东在海外买豪宅，谁会冒险造反？至于美国，他巴不得中国继续硬气，省得自己费劲搞脱钩。
这场贸易战，赢家只有政客，输家是14亿老百姓。想活下去，咱得认清现实，赶紧清资产，房子、A 股、基金，能卖赶紧卖。关税影响会从企业传到各行各业，物价涨，工资降是迟早的事。学点硬技能，英语、编程、修理，啥能吃饭学啥。工厂倒闭潮一来，靠体力活的路子走不通了。别信宏大叙事，B 站上喊硬气的，多半是没上过班的学生。等他们毕业，发现连外卖员都抢不到，就知道啥叫现实了。这场贸易战，中国本可以更聪明点，跟美国谈条件，拉拢欧盟、东盟当盟友，暗地里搞国产替代，慢慢摆脱对美依赖。可惜烙饼师傅选了条最硬的路，政治秀是演爽了，代价却得14亿人来扛。经济崩盘、失业潮、物价暴涨，这些苦日子离咱们不远了。中美互掐，谁先崩溃？美国可能伤筋动骨，中国却可能一命呜呼。硬气一时爽，悲惨一辈子。与其喊着东升西降，不如想想怎么熬过这场风暴。毕竟政客的豪言壮语终会散去，留下的只有老百姓的血泪生活。